拍卖会上，人贩子看着我们几个被拐来的女孩，考虑从谁先开始。我没有丝毫犹豫地主动请求从我开始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逃离这的唯一的机会。当我被人贩子推上拍卖台，拍卖牌上突然弹出一个提示框：白山拍卖会，今日想将你买下的人数5，成交金额11000。台下人群中有几人头上也弹出了提示框：刘九贵，好吃懒做，精打细算，爱酗酒。如果被他买下，你会在累倒卧床不起后被他家暴死。柴坤坤，村长儿子，只想要生儿子来继承皇位。如果被他买下，你会在连生3个女儿后被棺材房活活饿死。李二狗，村长儿子的狗腿，如果被他买下，你会在半个月后被他送给村长儿子，2个月后全村男人都会挨过你。王德发，货车司机，喜欢逛窑子，一身花柳病，如果被他买走，不出半年就会因为性病不能就医惨死。杜良，心有余善的外乡大叔，有些良心，但估计不多，资金也不多，如果被他买下，你或许有一丝机会逃出大山。我有些心跳加速的左右看看，这个提示框只有我能看到。从半路被拽上面包车捆住蒙眼，一路颠簸到这里成为商品，我还以为完蛋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神秘的提示框好像给了我一丝逃跑机会。白山的村民们看着我和其他2个被拐来的女生，像是赶集上庙会一样兴高采烈，肆意点评。耳边2个女生哭喊求饶，很是可怜。但这样若是有用的话，哪还会有人贩子和拐卖村的存在？我努力平复情绪，集中注意力思考提示框的内容。从提示框看，只有被杜良买下，才会有一线生机。现在这是我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，我必须抓住。杜良是一个戴着草帽的大叔，皮肤黑黄。此时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渴望，也有些惴惴不安。想买下我的5个村民里，他的衣着打扮是最寒酸的，很明显，他的钱肯定不够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从其他4人手中买下我啊！我感觉刚冒出头的一点希望又在慢慢熄灭。村民各种目光在我身上打量，嘴碎的村妇在讨论我的身材，比喻我不是个生男娃的料。我只能集中精力不去看他们，继续思索逃生的方法。人贩子走到我的前面，打量了一下下面的村民。我抬头看了看他，钟明，多起绑架案、贩卖人口案的中间人，别得罪他，不然你起码要被打半个小时，还会经历非人的侮辱。不过万一你要是能逃出去了，可千万不要放过他。钟明清了清嗓子，规矩都懂吧？一个一个卖，价高者得。不过拍下来了，要是没钱付账，我丑话放在前面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村民们赶紧附和着点头称是。先从哪个开始呢？从我开始。有些急切的声音让钟明一愣，村民也哄笑了起来。这个娘们有意思，竟然还急着把自己卖出去，真是个浪货。这模样我还真心动，就是不知道干活利不利索。我适时虚弱地咳嗽了一声，对不起，我身体不太好，站久了就有些腿软发晕，想早点下去休息。钟明咧嘴一笑，好，不哭就行，哭哭啼啼的，真他妈心烦。他故意恶狠狠瞪其他几个女生一眼，看到他们吓得一颤，底下的村民们哈哈大笑了起来。钟明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说身体不好，刘九贵的提示框变了。听见你身体不好，精明的刘九贵觉得花大价钱有点吃亏，忍痛退出了对你的竞争。那就从他开始吧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俊丫头可是大学生，以后生的男娃子那可是能光宗耀祖的。起拍价5000块，开始吧。6000。我下意识就看向杜良，然而他看了眼村长儿子，竟低下了头。这就不出价了？民判官，不让村长儿子放弃，杜良看来是不敢买我。村长儿子此刻抱着胳膊，脸上志得意满。这个娘们咱们坤哥看上了，都给老子识相点啊！这么一喊，拍卖会的提示框嗖的变了。白山拍卖会，今日想将你买下的人数2，今日你的成交金额16000。我愣了一下，想买的人少了，咋价格还涨了？在外跑车，见过世面的王德发，最瞧不起的就是村长一家了。看样子他要好好跟村长儿子斗一斗了。还有这样的关系？ 7000。村长儿子恼怒地看了过去，
看脸色，今天两人是要彻底杠上了。不行，如果再让他们加价下去，超过度娘的承受范围，他买不下我，我必死无疑。各位大哥，别急啊，我还没有介绍自己，大家怎么这么热情？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我，朱明的笑容更是有些玩味。这小妮子还真有意思。那行，你介绍介绍自己呗。我家在水乡，那里盛产美女，我爸爸也喜欢女孩，所以我爸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何多元，意思就是说以后会多生女儿。够了，你他妈说的什么屁话！朱明满脸怒气，你的发言会让重男轻女的村民放弃高价买你。朱明现在心情相当不好，快想办法让他消气，不然你今晚会被他欺辱后卖给拉皮条的老金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结束了，现在只有让自己表现出更多的价值，让我被买下，才有可能不被卖给老金。大哥，我可以给村里的孩子教书，我可以让他们每个都考上大学，再给我个机会，一定有人愿意要我的。朱明冷笑着看着我，老子卖到这的女大学生2只手都数不过来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还有人会买你？你问问他们，现在谁他妈还想花大价钱买你？我朝着下面的人看去，村长儿子很想买你，但是村长只想抱孙子，如果高价把你买回去，村长会打断他的腿。王德发决定补偿朱明2000块毁拍，然后买其他女孩做老婆了。不过他对你念念不忘，过几天你或许会在老金那里见到他。当我再次看向度娘，突然有了丝希冀，如果有人花8000块钱买我，我是不是可以留在村里？朱明顺着我刚才的目光，侧头瞥了眼人群，阴厉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点笑容。哟呵，这是跟那个外乡人情投意合对上眼了吗？朱明直直走向了度娘。这位大哥，你想买它？度娘原本头上的框里写着，度娘知道你可能会被卖给老金，有些于心不忍，又听说你还可以教娃上大学，他犹豫想要买下你，可他袋里只有8000块。随着朱明走近，嗖的变成了度娘见过朱明杀人，可能因为害怕放弃买你。我一下着急起来，唯一的希望又要断绝了吗？大叔，1万，只要1万，这女大学生你就可以带回家了，到时候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怎么样？他脸上是残忍的笑容，度娘吓得直哆嗦，嘴都张不开。就这么定了，下个月我再来的时候交钱，到时候没钱，那就别怪老子翻脸了。周围一帮白山村人看笑话一样看着他，果然没有给外乡人出头的意思。1万块，就他能赚出来吗？砸锅卖铁也不够吧，哈哈哈！就中那么点阴坡地，谅他也没钱。等他死了，这女大学生大家可以都玩完了。我心脏狂跳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而度娘脸色灰白，毫无血色。和度娘一同来这里的老乡，也是因为交不够钱被朱明那伙人杀了。如果下月他交不够1万，将被杀死，而你将被卖给老金。度娘现在很担心，尝试为他分忧，或许可以取得他的信任，而他的信任很可能是我逃出大山的关键。拍卖没结束，度娘就拉着我回家。别想着跑，这里到镇上就一条路，要走30多里路。就算你逃到了镇上，那里的车站也多的是他们的人，你逃不出去。我赶紧点头，表现出一副胆小听话的样子。度娘低着头，再没说话，一路沉默向他家走。我观察着白山村的环境，配合不时冒出的提示框，村里的环境很快被我熟悉。快到村口度娘他家时，我发现了这村里藏着秘密。村西口这条路每月2号都会有场交易，搞清楚它，并告诉警察，你将拯救无数女孩。注：度娘目睹老乡惨死在了2号的现场，他应该知道不少信息。度娘一进屋，看我的眼神就开始不对，虽然心有余善，但买我，他本来就不怀好意。他与这座拐卖村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他贪婪地打量着我的身体，朝我伸出一只手。你过来，你是我买的，以后要好好伺候我，乖乖听我的话。1万块，我认真看着度娘的眼睛，我可以帮你赚到1万块。度娘神情一滞，想起朱明的要求，她眼里再次露出恐惧。度娘虽然很害怕自己凑不齐1万，但老光棍的她依旧想先占有了你，哪怕是死也能做个风流鬼。她一直渴望有个家，再利用她不多的良心，你或许可以避免这一幕的发生。
我没有犹豫，就攥住了度良的手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是你把我救了下来，我不想离开你，也不想被卖给别人。我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帮你赚够那1万的。我大学学过很多赚钱方法，我一定可以帮你，帮我们家度过这个难关。我情假意切，度良眼神错愕，似乎不相信有人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。他脸上一颤，看起来有些激动。对，我们家，老婆，我们该怎么赚到2000？你是大学生，大学生都是以后要当老板的，你一定知道的，快告诉我。浓浓的汗臭味熏得我头晕，我却不能表现一丝不耐。我得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，这里的物资体系又是怎样的。明天你带我去镇上看看吧，2000块，我们应该只能在那里赚到。那你可不能乱跑，要是被其他人看到，以为你要跑，他们会打断你的腿，把你抓去卖给别人的。我立刻点头答应。度良脸上则露出了笑容，他搓了搓手，有些紧张的又抬起手伸向我。那这件事解决了，我们安心睡觉吧。我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，眼看度良脸色立马变得难看。我昨天被他们迷晕，一直被关在面包车里，再加上刚来女生那个，现在难受的厉害，不好好休息的话，只怕一病倒，到时候要花钱看医生不说，还下不了床了。没办法去赚钱，我们家就麻烦了。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不会不顾我的死活，连1周都不愿意等吧？度良有些犹豫，我也在这一刻紧张极了。他有些纠结地点了下头。也是，万一你明天下不了床就麻烦了。我缓了口气，刚回头，却发现家门口方向有个红框。对你念念不忘的王德发决定晚上翻进度良家找你，懦弱的度良肯定不会反抗，你只能自救，不过小心激怒王德发，你可能会被他打死。我看向度良，若是他没胆子护我，就只能逼着他得罪王德发了。屋外传来一阵喧闹和熟悉的女孩哭声，度良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看来是有娘们跑了，被抓回来了。我出去看看，你可千万别出门，被抓住了我也救不了你。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，乖巧的点了点头。度良急不可耐地走了出去。那2个女孩没有提示框，没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跟他们周旋，只怕会一直被关在房间里，直到生下孩子才能出门。往后若没有警察或者什么人发现他们，终其一生都很难逃出这里。院子里有些响动，是王德发翻墙进来了。我站在房里无处可躲，只能听着脚步声慢慢走向屋里。我走进柜子，试图找到点什么防身。衣柜里藏了剪刀，但是你很难用它杀死早有提防的王德发，反而容易让自己受更重的伤。我伸出的手缩了回来。大学生，今天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像一个人，像我的心上人，嘿嘿。我只感觉一阵恶心，我努力平复情绪，故作吃惊。外面是谁啊？是度良的朋友吗？度良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你的情哥哥呀，嘿嘿。度良不在家，你这会儿进来是不是不太好？王德发嘿嘿笑了几声，推开门就走了进来。他淫邪的目光肆无忌惮打量着我。我当然知道他不在，刚才那胖妞打晕村长儿子跑了，才出村口就被抓回来了。照老规矩，又到了村里爷们人人有份的好时候了。刚门口我就看见你那怂货男人淌着哈喇子跟过去了。哈哈，这度良也是蠢，没见过啥女人放着你这样的美人不玩，跑去玩那种货色。他急不可耐地朝我扑来，我躲闪不及，被他一把抓住。听哥的话，从了哥，别便宜了那些乡巴佬，哥不会亏待你的。闻着他嘴里的腥臭味，我心底涌起阵阵恶寒，面上却努力保持平静。是啊，他这种人怎么跟你比？你开车在外面是做大买卖，是见过世面的人。王德发面露得意之色。那可是，不愧是大学生，真有眼光。这里都是一群没文化的乡巴佬，跟这些人比，我都嫌丢人。王德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。你咋知道我？我不仅知道你开大货车，还知道你的右边屁股上有个胎记。王德发脸色大变。你咋知道的？你以前见过我？我阴下脸。我呀，是你二叔啊。王德发面露古怪，一时有点懵，我心里也有些发怵。刚才他头上的弹疮刷新了。
王德发跟他刚过世的二叔关系很好，王德发的右边屁股有胎记。你这是发哪门子疯？拿我二叔开玩笑，我可不饶你。他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显然光这些并没有什么说服力。我只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还好弹窗很快再次刷新。你二婶那贱人被我打死后，我们把她埋到了后院的猪圈里。王德发手一松，脸上的疑色更重。埋的时候你还闪了腰，当时可就我们两人在。王德发略一回想，急忙点头，思索片刻，他又不甘心地抬头看我。那你家那母牛死了，跟我是借多少钱买牛来着？5500。王德发的脸色变得极为不自然，欲火肉眼可见地消失了。对着亲叔干这事，想来都是有些别扭的。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一时却又想不到啥纰漏的地方。这小妮子如果在扯谎，不可能知道这么多，何况这事根本没外人知道。我跑牛经常听人说借尸还魂，只以为是他们在说故事，没想到世上还真有这事。叔，这是咋整？你那身子都入土了，你还能活过来不？哎，先跟我走吧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看来他信了。我不能走，我的情况很难跟外人说清楚。村里、镇上都有朱明的人，既然杜良买下了这姑娘，朱明就不会让你坏了他的规矩，明着抢人。我先想想法子，看看能不能换个男人的身子。你吓吓杜良，让他好生伺候，别让我晚节不保。到时候这姑娘的身子还是你小子的。王德发咽了口唾沫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杜良回来了，我还担心他们起冲突，没想到开口骂人的是王德发，杜良压根一句话不敢说。王德发凶狠地指着杜良的鼻子：你他妈的别老子记住了，对我二叔不对他好点，要是饿了冷了，老子扒了你的皮。杜良什么都不敢说，只一个劲点头。王德发还不放心，又抓住了他的衣领。还有，你要是敢碰他一根手指头，我就宰了你。王德发离开后，杜良还有些没回过神来，愣愣地看着我。他刚才闯进来，你不在家，我差点吓死了。还好他怕朱明，只说等你拿不出钱，被朱明杀了，会把我买走。想起朱明，杜良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。别担心，明天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柔声安慰杜良，毕竟逃出去的希望大多还在杜良身上。第二天，杜良就带我去了镇上。去的时候坐的牛车，走的是山路，到了镇上，马路上也是车少人稀。白石镇，荒废白屋矿场的失业工人扎根建立的山区小镇，位置偏僻，人口稀少，交通不便，经济落后，没有派出所，法治意识缺失。我们来到车站附近，车站旁聚集了一大帮人在那玩骰子，桌上还放了不少现金。不要尝试逃跑和求助，车站都是朱明和拐卖村安排的眼线，目的就是盯着那些逃跑的女孩，发现生面孔就会拦下绑了。我不可能出去，欠着朱明钱的杜良也有点悬。杜良紧张地看着我，老婆怎么样？有赚钱的法子吗？我摇摇头，这里比我想的还要偏僻落后一点，能卖的东西不多。不过什么？老婆，你有办法，你快说呀！你跟我来。我径直朝着那群人走去，等杜良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。怎的？买你的男人那话不顶用，想跟哥们几个玩玩吗？几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她走错地方了。老婆，快跟我走！你们这个好玩吗？我们可以玩吗？你他妈别闹了，快跟我走！搅了哥们几个的兴致，还想不玩就走？把手松开！来，拿钱下注，赶紧的！杜良脸色变得苍白，冷汗直流，一时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那我就玩几把，玩几把就走。下注！既然谈矿之前能告诉我柜子里有剪刀，猜个骰子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如果翻车了，杜良看在王德发的面子上，应该也不敢太为难我吧。还好弹窗很快如我预期般出现，116买小。杜良看了我一眼，有些犹豫，还是把钱放到了小。开！呵，手气不错呀。杜良有些不敢置信，他拿了赚的钱就想走，被对面的人一瞪，又畏畏缩缩站住了。一连赢了几把，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杜良手里一下多了几百块，他也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激动的脸色有些涨红，钱越压越多。
看对面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，度娘心里也有些犯怵，怕赢太多走不掉了。他起身陪着笑：几位大哥，今儿个真还有事，就先不玩了。怎么赢了就想走？一把都没输，你他妈抽老千吧！度娘吓得差点把钱撒了一地。哈哈，别这样，愿赌服输，只是今天哥几个没输痛快，你明天多带点钱再过来。我可知道你小子重啊，别想跑，明个不来你就死定了。他们是怕围观的人到处说他们不讲信用，以后没有冤大头敢来玩了，打算明天再另外摆场子把钱赚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度娘有点慌。老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明天他们换个人少的地方，我们赢了输了，只怕都走不掉啊！这一下完蛋了，只怕我身上的钱也要保不住了。我也故作慌张，怎么办？如果能逃就好了，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逃不掉的，只有镇上有出去的大巴，那里整天都有人守着。不对，也许可以从那里走。从哪里？我意识到这是一条重要信息，可能就是谭出矿之前提到的一线生机。就是朱明每个月初送人进村那几天，为了避人耳目走的那条路。不过也没用，如果在路上不小心遇到朱明的人，就会被抓。我暗自思索了一下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去找王德发帮忙。王德发，他跟朱明关系是还不错，那几个人确实也不敢随便拿捏他。不过他怎么可能帮我？我或许可以试试。度娘脸上露出一丝恼怒。你不会想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为我们家去跟他说说，想着我们赢了钱就分他一点，说不定能劝他加入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突然爆发的演技和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度娘有点无法适从。为了能度过明天的劫难，加上尝到了赌博的甜头，为了赚钱，他又来劝我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们家就指望你了。回到家，度娘就把王德发请了过来，王德发把度娘赶了出来。随后我就把白天赌博的事跟王德发说了，怕他不信，我还找来扑克牌给他演示了一下猜牌，他惊得有些坐不住了，心底那点疑虑也彻底抛之脑后。叔，我之前还有点怀疑你，现在我是真信了，你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！哈哈，这下我们要发大财了，明天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我跟朱明关系还不错，那几个小兔崽子根本不敢动咱们。不过这事不能让朱明他们那伙人知道，他们贪得很，你该输还是得输几把，这样才好做全套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倒是我一时疏忽了。他脸色突然又变了变，眼神在我身上贪婪地扫来扫去。叔，你帮度娘赚够了钱，那他有钱给朱明，那我跟这小妮子的事不就黄了？所以明天你不能让度娘拿到太多钱，让她1个月内凑不够1万，到时候这姑娘还是你的。王德发激动地点头称是。我也很激动，我的逃亡计划正式启动了。第二天，王德发开车送我们来到车站，几人弯弯绕绕把我们带进一个商店，还是玩骰子，但是这次桌子显然被做了手脚。我故意放了些水，输赢都有，对面一副吃死我们的模样，倒是也没急着出千，赚了有3、4千块后，我看到对面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就知道他们要开始做局了。果然下注后，弹窗又刷的变了。连输几把后，度娘有些心痛的看着少了不少的钱，有些不想玩了。咋的？输不起？我们手气来了，你就要走？要么一次玩把大的，把身上的钱全压上，要么玩到哥几个尽兴了再走。哎，哥几个别生气，你俩先出去，我跟这几个大哥好好聊一下。度娘伸手去拿钱，被王德发一把按住。我说了，你先出去。度娘有些不甘地看了那一大堆钱一眼，跟着我出了房间。没多久，王德发拿着一小叠钱走出来了。度娘接过钱数了数，只有700块，顿时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怎地？给我脸色看？我好说歹说，才帮你要回来700块，还不满意是吧？不，哪能呢？度娘有些不甘心，钱少了这么多，但又还指望着王德发再多帮他几次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苦哈哈地陪着笑。第二天，王德发声称有事出了村，度娘不敢独自带着我去镇上赌，只能天天四处打听王德发什么时候回来。眼瞅着离1个月的期限时间越来越近，度娘也越来越着急。到期限的前几天，
王德发才露脸，却告知度梁镇上那几人已经不想再当冤大头跟我们玩骰子，赚钱的希望一下落空的度梁惶恐到了极点。老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还差大几百，明天朱明就要来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面上装作遗憾，心底却越来越高兴。度梁的提示框已经变了，度梁发现钱不够，斤斤计较的朱明不会放过自己后，即使是懦弱的他也要狗急跳墙了。度梁因为老乡被杀，对朱明非常恐惧，现在只要再逼度梁一把，让他犯个错走投无路，把逃跑的路线告诉我，我的计划就要成功了。我皱起眉头，故作难过。那天我们可是赢了好几千，鬼知道王德发到底拿回来多少钱，他那样的人帮了你会1分钱不拿？我是一点都不信，只怕是自己偷偷拿了大头，随便给你几百敷衍你，把你当傻子了。这段时间去外面就是拿着你的救命钱去花天酒地了。我的话似乎点燃了度梁的导火线。是啊，我明明赚了大几千，怎么可能才给那么点钱？一定是王德发把我的钱拿走了。他一直看不起我这个外乡人，就是想害死我。如果不是有朱明罩着他，我一定会弄死他。度梁神色有些癫狂，想到朱明又很快变得绝望。老婆，怎么办？我会死的。那帮人杀了我的老乡，这村里和镇上的人靠他们把女人卖进来，都是他们的帮凶，我逃不掉的。他向我求救，却又像自言自语，诉说着自己的害怕。良久，他仿佛下定某种决心般站起身。我要去找王德发，把我的钱要回来。比起逃跑被抓杀死，显然找王德发要钱风险更小。度梁抱着一丝侥幸选择了后者。他出门去王德发家，我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面。等到王德发院子里，度梁已经跟王德发吵了起来。王德发抱着双臂，很是不屑，度梁却是涨红了脸，剑拔弩张的样子。看到我手里的板砖，两人都只觉得我是来帮他的。看见我一个女孩都带了板砖来拼命，度梁的那点自尊心也是终于受不住了。王德发，你今天不把我的钱还给我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哈哈，就你这怂货弄死我！王德发嗤笑一声，度梁也发狠了起来，他一拳就砸在了王德发的脸上。毕竟是庄稼汉，这一下直接让王德发见了红。王德发体型高大，满身肥肉，一个抱摔就把度梁压在了地上。度梁空出手掐住王德发的脖子，王德发挣脱不开，反手也掐住了度梁的脖子。这里的动静引起了几声狗吠和说话声，一个血红的弹窗突然出现。有人听到吵架过来看热闹了，如果闹到护短的村长那里，身为外乡人的度梁将自身难保。我必须尽快做出选择，帮助王德发还是度梁？我提着板砖靠近了两人，厮打的两人都向我投来了需要帮忙的目光。我一砖敲在了王德发的大脑壳上。拐卖侵害妇女有你一份，你跟人贩子都该死！王德发很快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你把他杀了，你不该杀他的，我只是要钱。回过神来，我的心中也是慌乱不止。外面传来一些稀碎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显然是打闹声引起了邻居的注意。走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不然我们死定了。没错，得赶紧跑！打死了白山村的人，村长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们出了门，借着夜色朝着大山跑去。没多久，红色的提示框再次出现。村里人发现王德发出事了，有人已经猜到是你们干的，快让度梁带你去那条路逃跑。你们吵架那么大声，村里人只怕已经发现是我们干的了。你不是熟悉这里的地形吗？我们一起逃出去。度梁听见，却是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这里都是他们的人，所有村子都被村长他们绑在了一起，我们逃不出去，逃不出去的。他已经慌没神了，但逃跑的希望全在他身上了。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振作点，还有办法。你不是知道一条路吗？是有一条路，可那么远，光靠走不出去的。有路出去就行，我们走，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弃。你想被他们抓回去吗？度梁用颤抖的声音把知道的描述了一遍，我才明白那条路竟在另一边，可以直接走到国道。县道乡路全是他们的人，但如果能上国道，说不定还真能逃出去。我有些气恼，那里有什么危险？为什么你刚开始不说往那边走？
那是朱明他们运人进来的路，离国道也很远，而且今天已经1号了，我们走过要很久，随时可能撞上他们。那是不是有车，我们就能逃出去？度良犹豫着点了点头。白山村里有2辆车的，一是村长家，二是王德发家。我们回村找车。从田里一路摸回白山村，白山村的人已经举着火把追了出去，村长家的车也在其中。我和度良死死趴在土沟里，一动不敢动，直到看不见火光，我们才起身向村子里跑去。一路摸回了王德发家。此时王德发院子门口只有几个妇女在愤愤不平地唠嗑。我低着头走进王德发，从他兜里顺利地掏出了车钥匙，贴着墙就往车那走。我就知道度良买的那个女大学生不正经，尖嘴猴腮顶个粉毛，肯定是夹在中间挑拨。你看这都打死人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让我说，买来的媳妇要关柴房，等怀上孩子再放出来，也就听话了。你看我们年轻时候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大姐说的对，这些买来的媳妇先挨几顿才能长记性，不然满脑子的坏心思。我越发觉得这座村子的可悲。我顺利的点着火，不等他们说，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我在度良的指挥下开车冲向了后山。后山这条路显然修缮过，路况还不错。就在度良高兴地表示只要几分钟就能上国道时，对面迎面开来一辆面包车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和朱明都看清了对方的脸。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，车一拐，从一处被人为破坏的围栏开上了国道。久违的沥青路让我忍不住激动了起来，但血红的提示框再次出现。朱明已经追来，小心后方的面包车。我透过后视镜一看，后方朱明那辆面包车果然在不断逼近。货车的油门已经踩到底，但速度依旧无法与那辆面包车相比。更让我绝望的是，货车的燃油警告灯突然亮了，这场追逐显然并不能持续太久了。我有些慌了，不甘心地寻找着可以利用的东西，寻找着绝境中的一线生机。路上偶尔有车经过，度良仿佛看见救命稻草般朝他们呼救。我有些犹豫，朱明那伙人已经泯灭人性，还有枪，就算有1-2个人愿意停车帮我们，也不能让我们脱困，还会让他们也陷入危险。事实上，也确实没有人注意到我们。度良再次陷入了恐惧，我心里也是一片灰暗。如果被抓回去，我们的后果都可想而知。那是看向前方驶来的绿点，我心中一喜，有救了！抓紧！我大喊一声，轻点刹车，紧追不舍的面包车一下就追到了我的侧面。朱明挥舞着猎枪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贱人，给老子停车！我手中方向盘狠狠一拐，剧烈的碰撞下，车辆都翻了出去。我的身子被安全带勒得生痛，脑袋里天旋地转。面包车那边，头破血流的朱明挣扎着从车上下来，凶厉的脸上此时更加狰狞，向我这边走来。有车看到车祸便停下查看。我媳妇有精神病，开我车乱跑。那些人看着凶相毕露的朱明，也根本不敢停留。臭婊子，你看我怎么玩死你！还有你这怂货，我直接活埋了你，根本没人知道。妈的！度良害怕的直哆嗦，我却忍不住笑了。朱明将我从车里拖了下来，他表情嘲讽，撕住了我的头发。真能闹腾啊！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你知道拐卖妇女、杀人判多少年吗？他不屑一顾，是死刑。人贩子们大笑，朱明更是笑容嘲讽。天高皇帝远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审判我。是吗？那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几辆绿色的军车先后在路边停下了，面容肃然的军官从副驾下车，荷枪实弹的士兵大步向这边走来，他们的头顶有提示框，是路过的军人。朱明脸上瞬间慌乱。军爷，家里媳妇精神有问题，偷了车撞出车祸，我和几个朋友正要带她回去。他立刻上去递烟，还夹带了一叠厚厚的人民币，表情小心的像是见了猫的老鼠。解放军同志，别相信他们，他们是人贩子，快救救我们！都抓起来！朱明和同伙顿感绝望。不，你们是军人，抓我们是警察的事，你们没有这个权利。急什么？查清你们的犯罪行为，我会把你移交给警方法办的。朱明立刻面容死灰。
我赶紧走到了军官面前，张口就说出了这些拐卖村勾结交易女孩的秘密，还有2号交易的交易地点和细节。通知下去，这几天开展临时军演，我们野外作战。是。军令如雷，钟鸣几人吓得腿软，瘫倒在了地上。2号当天，白山村村西口，村长和几人来到了钟鸣每个月送人的地方。村长，昨天跑掉的那女孩和度良不会把警察找来吧？怕什么？警察来了就那一条路，和以前一样，收到消息提前把人一转移，说我们不知道就是了。警察再厉害，还能把我们这么多人都抓起来？法不责众，懂吗？所有人点头，都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。也就在这时，军人们从暗处冲出，把他们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年轻的军官走上前，狠狠给了村长一巴掌。法不责众，那就先从你们这帮人开始，枪毙的枪毙，坐牢的坐牢，我看能不能肃清你们这边的歪风邪气。军人挨家挨户开始搜人，我跟着他们用提示框帮他们找。无论是人群中的人贩子，被藏起来的被拐妇女，还是早就遇害被埋在猪圈里的骸骨，我都能一眼识破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王德发还活着，也被抓了起来。这一场搜捕持续到了早上，所有人贩子都被抓了起来，镇上的帮凶也被列了一个名单。法院审判上，我作为代表出席法庭指认他们。因人证物证俱全，证据链闭环，钟鸣、村长等参与拐卖、谋杀的主要人物被判处死刑，其余情节较轻的违法人员被判处5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历经了1个月如履薄冰的地狱生活，我终于回到了家，白山村的拐卖历史也自此终结。